法国宣布要加强和印度的合作，澳大利亚也说要拉印度入伙。这个百年冤大头突然变成了战略香饽饽，那么中国该往哪个方向推一波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印度掌门人莫迪估计怎么也没有想到，突然之间呢，他的两个哥们儿就吵起来了。一边呢是老哥们儿法国，一边是新哥们儿澳大利亚。而且吵着吵着呢，这俩哥们儿还一起跑过来找印度，要求印度跟自己更亲密一些，别和对方玩。根据路透社消息，法国外交部18号表示了，法国外长和印度外长同意共同制定一项计划，在联合国大会上要促进真正的多边国际秩序。那么很多人想啊，法国这次是不是因为潜艇生意黄了，没法卖给澳大利亚了，就想着对印度兜售？毕竟啊，印度从法国这个老哥们手里边买装备也买了70多年了，用的还挺顺手。买完了阵风战斗机，回手就说比苏30 MKI 好用太多。另外，法国提供的新的幼鱼级潜艇也比以前买的俄罗斯基洛级更先进。所以呢，常规潜艇这方面，法国其实早就已经开始占领印度。英国、美国、澳大利亚在这个领域倒也真的没法跟法国交手。而印度自己造核潜艇的计划呢，已经开始，那是俄罗斯人在印度的地盘。虽然说呢，俄罗斯人造船方面坑过印度不少次吧，但是印度也是被欺负的欲罢不能。法国想让印度借了俄罗斯，一时半会儿做不到。当然，英国、美国好像也做不到。其实呢，法国想的可能远比卖潜艇多得多，应该是以多边外交为旗号，以军事贸易为基础，让印度和自己，或者说让印度和欧洲更加靠拢，抗衡一下以美英为首的全球昂格鲁萨克森霸权主义。澳大利亚这边呢也没闲着，澳大利亚驻新德里高级的官员奥法雷尔说了，美国、英国、澳大利亚3国建立这个 AUKUS 防务协议的时候呢，一开始就考虑了要包含印度。只不过这3个国家先动手，把框架搭起来，准备充分了，再把印度请进来，让印度千万别担心自己不会被冷落。美国呢也想着是拉印度一起对付中国，所以怎么可能把你莫大掌门扔在一边，冷落加拿大也不会冷落印度的。如果你印度要买核潜艇，不靠俄罗斯，不理法国都没问题，找英国、美国买就行。既然澳大利亚能买到，卖给印度也没问题。所以现在莫迪觉得自己真是左右逢源，优势在我。想买装备的时候，自己现在可以由着性子挑，它已经是俄罗斯、法国、美国、英国眼里边共同的香饽饽。其实呢，法国这次对美国、英国的愤怒，包括拉着印度一起要推动多边外交、多边秩序，欧美之间的分歧扩大等等事情，对中国也有好处。如果呢，印度一定要在欧洲和美国之间选择一个相对更靠拢，显然也是靠近欧洲，对我们来说压力更小。法国要拉动印度靠近自己呢，倒还真有点难度，因为法国和美国比啊，明显是体量不足，吸引力可能不算太够。不过呢，也不是彻底做不到，因为印度在军事贸易上对法国依赖更重一些。虽然美国也卖了不少装备给印度，但是深入程度真比不上法国。这么看的话，如果印度对武器装备有了某种紧急需求，更有可能优先采购法国货，而不是美国货，因为法国货来了，形成战斗力会更迅速。那么，怎么能够让印度对法国有这种急需和依赖？可能就需要印度旁边某个大国和法国一起做一个小配合。这种小配合的结果，只要能够一起制衡美国，让法国挣点钱，让印度出点血，不就是双赢合作吗？当然了，对印度来讲也不是什么吃大亏的事儿。按照印度军购的历史，香饽饽和冤大头这2个身份一直是比翼齐飞。莫大掌门反正怎么折腾都是大国的棋子，能被拉拢这么一回，也算是混得不错了。好，关于法国和澳大利亚争相拉拢印度，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